大家好，今天我们将来探索一场听觉盛宴，来深入的了解一下超旗舰级入耳式耳机。在这片小众但是复杂的领域，这几款产品代表了工艺与理念的结合，全新的科技以及对声音和音乐不同的理解，各自都有着极为鲜明的个性与专属的声音哲学。接下来我们将逐一了解这些来自不同品牌的顶级作品。这3款产品分别是 Raven 杜鸦、麦克白与 Novus。 我是小甘，今天我们就围绕这3款产品来进行详细的对比，以及谈一谈我自己的理解。在开始之前，首先照例先简单的聊一下这3款产品的概念与设计思路。 Raven 杜鸦，这是 Empire Airs 自家品牌的旗舰产品。在奥丁获得了广泛的成功之后， Empire 也一直在想如何推陈出新，延续奥丁的辉煌。但是有些可惜的是，过于夸张的体积大小、发布之后漫长的等待周期，以及不那么引人注目的面板设计，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让 Raven 杜鸦这么一款耳机并没有收获太多的市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Raven 的声音就没有可取之处了，事实并非如此。我将在接下来的音质分析当中对 Raven 进行详细的描述。我注意到EE，也就是 Empire Airs 特别喜欢搞一些特别版本，比如奥丁当年有香港版，也就是在耳机外壳上面有一个大鹰的签名。女武神的话也出过特别版， Raven 出过金色限量版，现在 Empire 的新品，也就是那个海神又出了一个首批限量版，确实有一些让人头大。不过这些特别版本最后也都销售完了，说明市场对于这种概念是持认可态度的。 Raven 也是，之前出的特别款也就是金色，目前也已经售罄了，现在在售的是黑色的版本。麦克白是 Forte Airs 的旗舰产品，这是一家新加坡公司，创始人 Ricardo Ye 在 HiFiMan 担任过5年的国际销售总监，他本人是一个歌剧发烧友，业余爱好是演奏古琴等等乐器。出于对音乐和职业的热爱，创立了 Forte Airs 这个品牌。这款耳机前段时间我刚开过箱，有不少朋友来门店试听过，对于麦克白的音色表达都是赞誉有加的。这款耳机的理念非常独特，从音色到包装再到耳机面板的设计，都遵循了歌剧的理念，可以说是一款将创意与产品进行了成功融合的作品。未来 F1 的产品也会以歌剧、芭蕾舞以及戏剧艺术中的人物作为原型，确保每款产品的独特性。 Novus， 这是 AK 与 Empire 联名的第2款产品，之前一款是奥德赛，在我看来这里面并没有从属关系，就像奥德赛之于奥丁并非是简单的升级，而是全新的产品。 Novus 也是，并非是在 Raven 的基础上面做升级的，在我看来这是截然不同的产品，无论是声音还是设计，都与 Empire 自身的产品拉开了比较大的差异化。这款产品也是跳票王，从发布到上市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了长达半年的周期，客观说这个让人有些无语啊。好在最终上市之后的反响非常不错。很重要的一点是，这款产品并没有走之前的路线，而是截然不同的调音方向，与 Empire 已经不存在直接的音色联系。 Novus 作为一款限量产品，全球限量是300副。接下来我们来聊聊配置。在单元配置上， Raven 是1245的结构，一颗骨传导与2颗动圈都是自己设计和生产的，也就是 W9 和 W10。 5颗动铁与4颗静电是来自升阳与柔视，拥有单边12个单元，配有 Syncs 技术。相较于市面上常见的3分频、4分频，也就是中低高音各一路的寻常方式来说， Raven 没有采用这种技术。简单来说， Syncs 内部没有配备 PCB， 而是将信号分成了12路进行传送，通过 Syncs 划分给特定的驱动器，没有2个驱动器接收相同的信号。在 Novus 上也应用了相同的技术，这种技术最大的优势是可以更精确地控制频率范围的每个部分，以消除任何相位不一致以及可能的能量淤积。麦克白的配置是245的一个结构，2颗骨传导、4颗静电与5颗动铁，其中5颗 Diablo 动铁单元是升阳为其特制的，并在低频范围内进行了运用。这个架构非常的有意思，属于是全新的思路。我实际听下来的一个感受是，麦克白的低频没有任何弱化的迹象，而是保持了非常澎湃的低频质感，这一点非常的不可思议，因为完全没有使用到动圈。
麦克白在分屏上面的配置是5分屏，单边11克单元，配备有 FCR 技术。这个技术其中有一个零部件是来自于上世纪90年代，目前已经彻底停产了。这个 FCR 技术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能让声音表达的更加的生动与活泼，并且会让整体带上一点点复古色彩。接下来是 Novus 在配置上有2个点是我之前的开箱所疏忽了，就是 Novus 对比 Raven 不仅仅是多了一个骨传导那么简单，动铁单元也全部都更换了，更换为了5颗柔式定制的动铁单元，并且骨传导单元也不一样了，从 EE 自家的 W10 更换为了升阳的骨传导，这也是前面我之所以说 Novus 完全不同于 Raven 的原因之一。这里面有一个点被隐藏得很深，就是 Novus 应该是目前市面上少数在拥有骨传导单元的前提下，还使用了金属作为耳机的外壳腔体。配件方面这次就不多聊了，无非就是耳套、收纳包这些。Raven 与 Novus 都配的是 Final 的 Type E 耳套，我建议大家把这个耳套给它换掉，更换为巴洛克会更加的合适，因为这种比较大体系的耳机更适合用矮帽设计的耳套。麦克白的话就标配了4对巴洛克，而 Novus 有一个 4.4 转 3.5 的转接头，其中麦克白的收纳包与包装风格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接下来我们聊一下3款耳机的工艺。由于这3款耳机在制作上都存在一些独特之处，所以这次特别聊一下面板工艺。Empire AIRS 这个品牌是做树脂比较在行，在面板上面算是玩出了花，比如知名的彩虹桥就先后在奥丁和女武神特别版这2款产品当中进行了运用。最新上市的海神则运用了 Dragon 面板，这个面板在不同的角度下会呈现出蓝色与绿色2种颜色。而在 Raven 上 ，Empire 首次用上了金属工艺，耳机的面板采用了 316L 不锈钢。这个材料客观来讲，在目前的耳塞军备竞赛当中，其实没什么特别的。毕竟碳纤维、钛合金、纯银、纯铜等等都已经有产品面世了，各大品牌都在尽可能的去挑战材料工艺的极限。麦克白这个耳机的工艺目前应该是耳塞里面的 T0 级别了，面板上的雕刻图案是可以用手去感知到的，材料为黄铜镀铬，再配合珐琅与红色的底色，说一句细节拉满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并且这个红色的底色里面也有纹路的存在，有那么一点暗流涌动的意思，所以麦克白的这个面板是走出了与其他产品所截然不同的道路。不过也有朋友跟我说这个面板有些中二，我的一个看法是自己喜欢就好，毕竟这个面板的面积还没有半个麻将来的大，并不会有人在意到。那么面板上为什么会有皇冠与剑的存在呢？原因就是麦克白这个莎士比亚的角色在歌剧当中的人物形象就是如此的。Novus 的工艺也比较的复杂，据说是从钟表设计当中所获得的灵感。天窗是蓝宝石的，通过这个天窗我们可以看到蓝宝石下方 EE 与 AK 的 logo，配合 24K 金的框架，加上铝制的人形切割腔体，再辅以 DLC 的涂层，让整个耳机都没有树脂的踪影。我相信这个人形切割面是为了与 AK 的播放器进行呼应，毕竟是与 AK 联名的产品。不过这个 DLC 涂层不是特别的厚，使用上面要适当注意。佩戴方面，这里比较简单。佩戴感最好的是麦克白，卡的比较牢，然后是 Novus， 最后是 Raven。如果打个分的话，麦克白就是75分 ，Novus 是70分 ，Raven 是65分。麦克白的人体工学设计非常老练，没有卡不严实的问题，在耳朵里面卡到位之后，带来的被动隔音效果绝对是可以让人称赞的存在。而 Raven 与 Novus 由于采用的是 Empire 自行生产和设计的 W9 动圈单元，这颗单元对于气流极度敏感，所以我们佩戴时产生的微弱气流会让动圈单元发出一些异响。但是请大家放心，这并不会导致耳机本身出现任何的故障。耳机的母座接口方面，3款耳机的接口都是 0.78 双针的。聊完以上，接下来咱们来说说声音表现。前端这一次用了 SP3000 与 SP3000T， 小尾巴的话则是 WR Ultra 等等。首先音色上 ，Raven 回归到了 Empire 之前的调音路线当中，也就是拥有EE 标志性的低频签名，以及整体大气大落的听感。这个我不能简单的说是好还是坏，
因为每个人的喜好都不一样。以奥丁为例，奥丁在东亚地区收获了非常好的口碑，但是在北美就不太行了。而 Raven 则是反过来了，欧美地区对于标志性的低频一直都是赞誉有加的，所以市场表现也非常的好。这与奥丁是截然相反的。这也说明了一点，就是不同地区的音乐爱好者对于耳机音色的要求是存在客观的差异的。麦克白的音色与产品型号保持了很好的一致性，也就是歌剧理念。由于我本人并没有进过歌剧院，所以无从谈起这个歌剧院的音色到底如何。但是就我所听的一些经典选段来说，比如德沃夏克的《水仙女》，这是我的最爱。麦克白本身特有的这种电弹感，确实在演绎这种类型的音乐下拥有独特的优势，进而这也让麦克白在表达女声的时候也会更加的出彩一些。比如恩雅、中岛美雪、滨崎步这些。毕竟歌剧里面的花腔女高音对于回放器材存在客观的要求，能把花腔女高音演绎好的耳机，那么在演绎其他女声的时候自然差不到哪里去。而 Novus 的音色与 Raven 相比，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 Novus 表达的更为克制与冷静了。是的，虽然配置上面多了一颗单元，但是整体的音色反而没有那么的锋芒毕露了，而是更加注重声音的一体感与健康度。可以说 Novus 拥有顶级器材的面貌，甚至可以这么说 Novus 是 AK 联名的耳机当中迄今为止在声音表达上最为全面的一款。这3款超旗舰耳机在音色上由于多单元的一个缘故，3款耳机的声底都具备了夸张的密度以及充足的声音厚度。如果说您追求的是声音的刺激感，或者说清脆的声底，那么就需要适当的注意了，因为清脆这个词不太会出现在这种旗舰级别的混合架构当中。在简单介绍了各自的音色取向后，接下来我们对声音做逐一分析。首先是人声部分，麦克白的人声因为调音理念的关系，拥有3款当中最近的一个距离感，这是因为歌剧演员的花腔唱法，只有依靠这种特质才可以表达的更为传神，能够尽可能的捕捉到人声的气息。麦克白人声的成像非常的清晰，并且具备一定的厚度。我相信，如果说您对于人声有着客观的追求，那么麦克白不会存在什么问题。男生与女生的表现都是非常出色的。Novus 在人声的口型上，对比 Raven 要显得更加的饱满与浑圆。虽然没有麦克白的人声那般甜美，但这种人声会显得更为正确。而 Raven 的人声就略带一些距离感了，不是特别的好把握。当然，这点并非无法解决。在接下来的线材与前端中，我将进行一些组合搭配。在我看来 ，Novus 的人声虽然没有麦克白那么的浑圆与细腻，但是却具备了更加直接的表达方式。原因就在于我们日常所听到的人声，其实并不会像麦克白那么的润泽。也就是说，麦克白的人声确实是好听的存在，但是这并非是绝对正确的。说到这里，我就想起一个老品牌，也就是铁三角了。因为铁三角很多型号的人声也拥有这种特质，只是铁三角要更加的极端。比如 AP2000钛这种头戴耳机，不是往润泽这个方向发展的，而是把人声提亮了，把人声渲染的年轻化了。与麦克白是2种不同的人声表达方向，但都拥有各自所想表达的内容。在低频方面，3款耳机当中低频最强势的当属麦克白莫属。我对于这个结论也感到非常诧异。是的，虽然麦克白没有动圈，但是这个低频我认为已经超越了太多动圈了。甚至于我第一次听到这款耳机的时候，丝毫没有意识到这种质量的低频居然是依靠动铁单元所产生的。在对比下来之后 ，Raven 的低频在麦克白面前甚至都显得有些克制了，这是非常难以想象的一件事。不过这里大家也不用担心说麦克白的低频会不会过于丰富了？我认为这个顾虑是完全不需要担心的，因为麦克白的这个低频是在保证了低频质量的基础上，把低频进一步深化了，并且还原出了低频应有的泛音，而非是简单的把低频做多这般简单。并且最重要的是，中高频的清晰度依然在线，并不会受到任何的干扰。大家知道，在音响领域有一个词叫做落地感，意思是声音具备一定的深度，而麦克白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也具备了这种深度。那么麦克白为什么要做这种低频呢？很大一个原因就是现场音乐的低频往往就是这种表达形式，是有深度、有信息量的低频，而非片状的或者所谓精确的。麦克白可以说是在耳塞领域对低频实现了一次重新演绎，让我们用家可以更好地感受到音乐现场的那种氛围感。而 Novus 的低频我认为也是一种非常不错的表达方式，只是缺少一些剧院感。具体来说，
对比麦克白的话，略少一些低频残响与泛音。在某种角度上，我们说 Novus 的低频更加精确，似乎也未尝不可，因为低频表达的更加的分明了。而 Raven 的低频，我认为是三款当中相对一般的，对比 Novus 大约要差10%。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Raven 的低频就差了。事实上 ，Raven 的低频表现并不会制约到音乐氛围的表达。我相信，如果说您对于罗宁或者奥丁的低频感到不满的话，在切换到 Raven 之后，那么依然会有足够的惊喜在等待着您。只是如果说您追选低频的话，那么 Novus 与麦克白，我认为需要更多的关注一下。声场与高频，首先3款耳机的高频方向都是一致的，因为都是4颗高频静电来处理的嘛。3款耳机的高频，我认为与刺激或者说暗沉都没有什么缘分。3款耳机的高频都是在水准之上的，但是这其中依然存在一些差异。Raven， 在说 Raven 的高频之前，我想先说一个旧款，也就是奥丁。不知道大家对于奥丁那种略显刺激的高频有没有印象？是的，那个高频的刺激度，我至今依然印象深刻。而到了 Raven 这一代，我认为这个问题被很好的解决了。音乐在抵达高频的时候，没有出现分叉的现象。好的高频表达本来就不应该分叉或者刺激，因为这会造成听觉疲劳，并且会让音色有一种提亮的听感。不过有的时候啊，这种略带一点点刺激度的高频，反而会刺激到我们听众的听觉神经，进而有一点点头皮发麻的感觉。并且有一点非常关键，就是这会让女生变得有一点点年轻化了。这个声音特质，如果说您拿来听 ACG 音乐，毫无疑问是会有额外的加成的。虽然这个未必是绝对正确的，但是听音乐本来就是很主观的事情，所以这里我认为不存在绝对的好与坏。比如前面说的奥丁就带有这种提亮的色调，为此很多朋友寻求换线来进行改善，但是用原线听的依然大有人在。而 Raven 的高频就没有这种刺激感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成熟的调音方式。我认为这种方式有2个好处：一是声音更加的耐听了；2是对于不同音乐题材的兼容性更好了。而麦克白的高频，我认为做的最好的是空间。是的，麦克白的上盘能给人一种很广阔的感受，这一点有些难以描述。我在听完 Raven 之后切换到麦克白，给人一种头脑上方被打开的错觉。关于这点，我试听了很久，才最终明确的一个声音特性，就是麦克白的高频位置，并非是像传统耳塞那般在人的耳朵左右两边进行演绎的，而是通过一些技术方式，让高频的位置产生了变化。把高频往上抬了一点点，转移到了你的面前或者说眉心的这个位置。注意，这里不是高频的延展性能，而是高频的位置。这一点与我们传统耳塞的区别也非常的明显。这样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会让声场构建变得更加的真实，从而给音乐赋予了包围感，是非常好的一种球形声场。但是这种听感可能需要一首歌的时间去进行适应。当我适应这种听感之后，似乎其他耳塞的声场就变得不是那么的立体了。而 Raven 与 Novus 的声场虽然不是这种结构，而是传统的表达理念，不过我认为依然是在水准之上的。就声场而言，3款耳机的声场表现都是旗舰级的。我们回到高频上， Novus 可能拥有3款中还原度最高的高频。注意，这里不是最好，因为这涉及到每个人的喜好。Novus 的高频几乎没有添加任何的色彩，也就是说没有做任何的修饰，而是进行了一个最大可能的还原。我知道现在有一些耳塞在高频的处理上使用了很多颗静电单元，比我们今天聊的3款耳机都要更多。这些耳机大部分我都听过，客观来讲，这种采用了超多颗静电单元的耳机所表达出来的声音具备一种特殊的穿透力，高频的信息量非常充分，仿佛在声音里面加了冰糖一般。不过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总感觉不够真实。具体来说，一把几个世纪之前的小提琴，用这种耳机来听，你不会感觉到这是一把古琴演绎出来的音色，而是似乎与新琴没有什么本质差异。有一个词我想用在这里非常合适，叫做过犹不及。但是我不否认这种听感有其价值所在，也有朋友会很喜欢。只是就我的听感而言，这种高频听久了，我会感觉到有些空洞，有些渲染过头了，并且这种处理方式往往会导致人声的厚度被打薄了很多。而 Novus 这款超旗舰的高频，我认为不存在这种音色上的问题。Novus 表现得更为真实和有效，没有刺激，也没有提亮，一切都是那么的顺理成章，用一种极为自然的方式来对高频进行表达。但是如果说您追寻的是那种绚烂的高频质感，我认为 Novus 并不具备这一特质。这里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
麦克白这种略带油润的特质，会有些像徕卡相机的那种感觉，而 Novus 的话可能就是哈苏了 ，Raven 的话就是 HDR4。聊完声音，我们来说一下选择方向。Raven 的话其实非常的明确，如果说您可以接受这个外形与佩戴，那么 Raven 我认为在其所属的价位上是不虚的。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追求极限的话 ，Raven 或者 HS2000 Mark III 这个级别的耳机已经足够我们听很久很久都不会落伍。有个朋友跟我说 ，Novus 配合恰当的耳放与播放器，再配上第5送这条线材，最终推出来的声音有一种特殊的托腮感，整体气势磅礴，恢宏大气。我相信这与 Novus 具备足够密度的身体有着直接的关系。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 Novus 就是 Empire 迄今为止最强的耳塞。哪怕这个耳塞是与 AK 联名的产品，但是依然超越了 Empire 自身所能达到的水准。但是这注定是追求极限的玩家才会去考虑的，毕竟加上耳放，也就是乐比 ES， 还有第5送这条升级线，在便携性与价格上都客观的存在一些难点。但是 Novus 的潜力，我认为依然值得我们去挖掘和塑造。而如果说是 Raven 的话，我认为潜力就没有这么的充分了，因为还原性没有 Novus 那么强悍。但是在热情与张扬这2个指标上 ，Raven 反而具备了更多的优势。也就是说 ，Raven 会具备更多的声音起伏，哪怕这个特点并非是绝对正确的。我认为，如果说您喜欢听西海岸 R&B 或者说爵士摇滚乐，喜欢美式调音的话，也就是歌德耳机那个风格，那么我相信 Raven 不会让您失望。如果说从我个人的角度去选择一款耳塞的话，我应该会更加的倾向于麦克白。原因就是我个人比较喜欢音乐的代入感或者说临场感，到目前为止有这种感觉的耳机并不多，我个人更热衷于贴近现场的那种感觉。在我的理解当中，我认为这种音色会更加的生动，相较于 Novus 的大气 Raven 的张扬，麦克白则是用更有活力的方式去表达音乐。这里可能要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是我们听音乐、看电影，这些年来好像同质化现象特别的严重。比如一个歌手，你听他们的声音，可能很难分辨出其中的差异。电影也是，让大家去看脸认人，去认现在的艺人，可能存在一些难度。而反观80年代、90年代的影坛，每个演员都很生动，你能感觉到每个艺人都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各自的特色都很鲜明，不管是主演还是龙套，都具备了生动的人物形象。在很多时候，拥有独特的个性，往往是我们所追寻的。麦克白就拥有这种特性，这种特性在其他产品当中难得一见，也就是声音的殿堂感。最后我们说说线材与前端的搭配。Raven 前面说过一些问题，在搭配中有2点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一是线材，二是播放器。其实这2点对于手头有设备的朋友而言不会构成太大的障碍。其实奥丁的原线也不怎么样，用的是2角的1960，进而导致在这个线材下面，奥丁的高频有着明显的提亮感。但是 Raven 的原配线材组合的更不恰当，我相信哪怕把奥丁的这条原线接在 Raven 上，都会更加的合适。Raven 之所以有些朋友试听之后的感受不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原配线所导致的。我们判断一个耳机的原线行不行，有一点非常的重要，那就是会不会拖后腿。今天说的这3款耳机，除了 Raven 以外，麦克白与 Novus 的原配线都不会拖累耳机应有的水准，而是能够达到一个及格线，甚至不错的水平。所以如果说您选择了 Raven， 请一定要试一下换线。我尝试了一条线，就是乐基宝的独角兽这条升级线，前后区别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在人声口型的塑造以及整体的密度上。虽然这条线有点粗啊，但反正 Raven 耳机都已经那么大了，也不在乎换一条超级粗的线材了。麦克白的话用的是 ELE 联名的线材，这条线是根据耳机本身的理念，也就是歌剧院调音进行了专门的调整，能够赋予声音一些辉煌感。如果说有朋友不喜欢这个歌剧院的效果，那么更换一条线材即可。麦克白对于线材是比较敏感的，您搭配什么线就会给予相应的音色反馈，这方面非常的有意思，因为这意味着后期折腾的空间非常大。比如换个亚当之后所带来的改变是非常直接的，简直像换了一个耳机一般。如果说您的麦克白进行了换线，换下来的这条原线，我会强烈建议您保留。有空了不妨接上其他耳机试试看效果，说不定会有惊喜在等待着您。而 Novus 的原配线，我认为也具备一定的诚意，但是如果说可以将线材升级到第5送的话，那么会强上加强。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因为试听了这套 Novus 加第5送，才最终决定购入的。
他的原话是：如果仅仅是单独听 Novus 这个耳机的话，那么他不会下手，只有搭配上第5送之后，才是真正意义上面的完全体。具体来说，第5送组合上去之后，能够将声音的火气给压制一下，整体安定感十足，并且沉稳了许多。在低频方面，也能够赋予 Novus 更扎实的低频质感。而原线下面的低频是有一些散的问题客观存在的。最重要的是，能够将多单元的3频衔接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让声音的一体感表达的更为到位，是非常好的升级方向。在前端的搭配上，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Raven 与 Novus 这2款耳机对于保机都是存在客观的要求的，这是我亲身体验到的，前后差异可以说是巨大，大家一定要具备一定的耐心。Novus 在搭配上，我认为 SD300 或者 Can Ultra 或者墨菊这个级别的播放器是有必要的。Raven 也是，这2款耳机对于前端设备都存在一定的要求。如果说用小尾巴的话，我认为并不能够很好的将这2款耳塞应有的面貌给发挥出来。如果说有 SP3000 或者 SP3000T 的话，那么就不存在任何的压力了。而麦克白的话，如果说用小尾巴，我会优先推荐 WR Ultra 这种相对清爽一些的。播放器的话，要求没有另外2款那么的高，对于前端的兼容性会更加的友好。如果说你有一个 SR35，我认为就可以表达的相当全面了。如果说3款产品有什么共通性的话，我认为有一个词可以说明，那就是成熟。我注意到现在市面上这个价位的耳塞不少，但是我听下来，有一些产品总感觉有些问题。大部分耳塞可能在某些特定音乐题材上拥有更好的发挥空间，但是遗憾也客观存在。我认为一条几万块的耳机，特点是必须的，但是全面性也是不可或缺的。在拥有健康身体的基础上，再去表达其对于声音和音乐的理解，我认为这才是一个成熟产品的制胜之道。最后，本期横评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我是小甘，我们下期再见。